这是莱恩斯职业生涯最大胆的一杆球，面对奥沙利文3.8米的全台距离，竟然选择了贴球防守。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直接给了火箭一个大漏。但他的脸色却异常淡定，因为库边的粉球和黄球几乎是天然的保险，加上自己还有50分的领先优势，谅他是奥沙利文也没有办法飞天。就是这种近乎愚蠢的狂妄自大，彻底点燃了火箭挑战极限的斗志。奥沙利文即将用封神的表演，在对手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完成一杆清台。粉球被3颗红球紧紧困在袋口附近，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盲目的 K 球局面会完全失控，一旦粉球摔袋，反而直接送对手超分。48岁的火箭，31年的职业生涯，令人赞叹的视觉盛宴数不胜数。尽管已经到了职业生涯末年，但是还没有谁敢轻视他一眼，反倒是他一次次刷新着极限。有他的比赛仍然是一票难求。看着火箭几乎没有思考的出杆，很明显，奥沙利文心里已经画好了攻略。这个角度也碰不到这个 K 球。解说刚说完碰不到粉球，火老师已经完成了拆解，而且白球的落点正好可以绕出来衔接最后一颗红球。这轻描淡写的一杆，真的太丝滑了。巧啊，刚刚好。火箭又赶着下班了，裁判还没复位粉球，他已经瞄了半天。这老顽童附体，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瞄谁的球。莱恩斯彻底放弃了挣扎，聚精会神的学习起来，心想以后碰上火箭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关键的黑教皇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就是白球稍微大了一点点，叫绿球需要花一点功夫了。莱恩斯瞪大了双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看着火箭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好球！再走一点。啊，漂亮漂亮！神了！火箭的中袋，这中袋真是绝了，少一点点力度，恐怕就要饮恨西北。台面已经没有任何难点可言，清台只是时间的问题。最难的2颗球就已经克服了裁决阶段，这红球阶段这几个难点克服的相当的出色。这个导播是懂搞事情，再一次把镜头给到莱恩斯，这局没有把握住，极有可能要被零封了。单拿这一局就可以有一个好的素材了，是吧？确实神了。这是奥沙利文赢得最不开心的比赛，礼貌性的谢谢观众以后，连连摇头。一向最在意奖金的火箭，发现对手在打假球，直接放弃奖金，故意打丢袋口球，努力憋笑失败以后，直接趴在球台开始偷笑。胖子里察觉到火箭已经发现，慌的一批，冷汗直流。来看看火箭是怎么整治假赛里的歪风邪气。这是2012年德国大师赛半决赛，胖子里先从一杆极具迷惑性的 K 球开始，明明可以选择单下红球，或者去 K 红球堆，故意的失误肯定要配上丰富的面部表情，两眼放空的盯着计分器，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可思议。这样的操作，骗咱们外行人绰绰有余。就连火箭现在也不敢确定，一定就是在打假球。但是下一杆的拙劣表演，肯定瞒不过奥沙利文的双眼。没有红球可以继续进攻，那肯定只能选择防守。嚯，我低杆跳球没毛病吧？这是每个人都会犯的失误，你们不能说我打假球吧？
满桌的回防线路，胖子里却选择了最不可思议的低杆，需要3库才能把白球放到上半区。要知道胖子里的低杆认第2，那估计谁也不敢认第1。今天这个皮头怎么回事？都赖你！只要我这么做，大家肯定相信这都是皮头的毛病。奥沙利文确定了胖子里的动机以后，一边生气，一边又玩心大起。今天不吓吓你，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吗？但是简单球肯定还是要打进的，毕竟观众都是花了真金白银。贾赛里还沉浸在自己的剧本里无法自拔，懊悔失落加上满脸通红。我都这么努力了，火箭老弟可千万不要掀我老底啊！但是法网恢恢，这场比赛过后，世台联就实锤了胖子里的假球，给出了禁赛12年的处罚。一代斯诺克天才就此陨落。如果不是作死，敢跟火箭的比赛都打假，说不定还能多藏一阵子。已经没有单下的红球了，火箭要开始他的表演。打丢黑球的火箭故意扭头避开摄像机，第一次试镜没有经验，还是笑场破功了。这个场景胖子里太熟悉，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冷汗直流，擦都擦不干净。但是钱已经收了，再苦再难也要演下去。可问题对手是奥沙利文，他可是啥都干得出来的主。胖子里还是很懂火箭的，一定要激起奥沙利文的胜负欲。只要火箭自己想，那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必须打出几杆精彩的进球。要准度有准度，要控球有控球。胖子里的比赛是真的很具观赏性，如果不打假球，肯定会有更多经典的比赛名垂青史。好球！胖子里的 K 球是唯一可以和火箭媲美的存在，其他人都达不到这种艺术性。Это полуфинал, здесь матч уже не до 5, а до 6 побед. И Стивен Ли вот тоже своего рода камбэк нам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со счета 2-5 成也 K 球，败也 K 球。胖子里虚虚实实的打法，就是为了洗白之前的举动只是失误，不是假球。但是这还不足以激起火箭的胜负欲，怎么办呢？漂亮！现场的掌声足以说明一切，绝境时候的拼球，足够证明我的努力。如果这样还输掉比赛，那就只能说明是火箭实力太过强大。奥沙利文直勾勾地盯着胖子里，两个心知肚明的人都要扮演傻，城里套路太深了。中袋打不进没毛病吧？大家都知道斯诺克的中袋口比较小。更厉害的是，胖子里担心火箭继续玩幺蛾，直接送了一个手摆位红球，这下就直接惹怒了火箭。才有了接下来近乎封神的表演。Конечно, да. У Рони Салливана какие есть вообще проблемы? 精准的连打带 K， 但就是故意用力过猛，要不然怎么衔接失误呢？几乎也是还了一个手摆位。正当火箭以为胖子里不会太过分的时候，做噩梦都没有想到胖子里能猖狂到这种地步，不仅没有打进，还直接把红球停在袋口，不比进球，比未比。胖子里不要脸，还是技高一筹。打进袋口的红球，彩球也基本都在点位。常规清彩环节基本是不可能有失误的空间，但是火箭哪能这么容易让胖子里得逞？必须再安排一个意外，希望贾赛里可以幡然醒悟。
во-первых, там и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4. Вторых, конечно, там не такие высокие. Но та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Мы видели даже и полуфинал, и даже финальные матчи. Вот эти матчи между Ронни Салем и Загреб Капом. Но 就在胖子里准备回家数钱的时候，最经典的意外就要上演。这颗蓝教粉中带和底带怎么叫都能顺利衔接黑球，但是火箭就故意停在中间，不得不佩服火老师这细腻的控球，只有这样的失误才最合理。击球之前的火箭已经憋着坏笑，转头看了一下胖子，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注意看裁判和火箭的表情，看过打假赛的，你们明目张胆打假球是几个意思？而且还是2个人对着打，你俩真不把我当人了？本以为火箭这么明显的提醒能起到一点警示作用，但是人不要脸是真的无敌。粉球停带口可比打金要难多了，胖子里开心到爆炸，火箭看到无可救药的胖子，真是气到不行，无奈只能收下粉球结束比赛。这是火箭赢得最不开心的比赛，大家觉得他俩这时候还能聊什么？注意看，奥沙利文被塞尔比这一单惊讶到合不拢嘴。这是塞大师即将登顶世界第1的前一秒，而比兄最硬气的决胜局，也是火箭和塞尔比最精彩的决胜局。全程握紧双拳，不敢大声呼吸。这是火箭本局第1次失误，回防的白球碰到了蓝球，留下了位置绝佳的半台红球。这样的球型，面对从9比6追到9比9，手感火热的塞大师，奥沙利文紧张的喝了半杯水压惊。27岁的塞尔比眼神坚定，他绝不允许去年大师赛的失利再次上演。这一次他的目标就是剑指温布利大师赛冠军。塞尔比没有选择导播给出的 K 球路线，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塞大师的 K 球路线更加可控。这个针线活太细了，精准的留下了最下方的红球，但是局势还没有明朗，每一次出杆都必须十分小心。黑球和母球的距离很近，而比兄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这一杆需要极强的准度续命。嚯，太惊险了！黑球吃着带脚晃入土，如果再薄1毫米，可能比赛就是另一种结果。留给塞大师的还是一个烂摊子，红球只有1颗中带可以继续进攻，粉球和黑球全都无法衔接。这一杆低分值踩球过度，非常关键。白球走少了，没能叫到蓝球中带，感觉咖啡球的角度也不是很理想。看看塞大师能否强行调整过来。真惊险！通过红球的卸力，白球有惊无险的调整过来。经历了去年决胜局被打147的惨败，知耻而后勇的塞大师也算是得到了幸运女神的青睐，连追4个赛点的精彩表现，终于赢得现场观众真心的喝彩。这杆想要 K 一下库边的红球，但是没能成功，而且还影响了红球的叫功。塞夫人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紧张的脖子，连续高压下，塞大师还能靠准度续命吗？ The left middle. And that goes also. That looks to be the easier putt for me. He's now looking at a long straight one up into the corner. So he's got a choice of 3 reds to go at.
That one to the right middle looks the easier, but he's looked at it again, and now he's going for the long one. He's screwing back the black. 趴下去了，还是不太敢出杆。这颗球确实太难了，尤其是紧张的心情会打乱自己的呼吸。And amazingly, to look into the other two, he's taking the one to the left. 好一个空心中带，塞大师这让人羡慕的大心脏，绝对是80后球员应该学习的。这么紧张的火箭历史罕见，口干舌燥的滋味确实不好受。64比0，来到最关键的超分红球，全场突然的安静，让紧张的气氛更加凝重。又是一个近距离的大角度球，塞大师这一局难关始终过不完。面对几乎平行的角度，塞大师还不能躲，因为一旦气势输了，那比赛就真的结束了。This to win the PokerStars.com Masters. 也分不清观众是嘘声还是惋惜声。这一杆塞大师明显的打带法，红球能不能进是第2位的，白球一定要控制到安全区域。但是非常可惜，还是留下了一个超远长台的机会。Oh, we didn't even get in the jaws of the pocket. That's enough, thank you. Now, what a shot that Ronnie O'Sullivan's faced with here. 太可惜了，这颗球确实难度不小，但火箭是肉眼可见的紧张。庆幸的是并没有漏球，比赛还存在着变数。Had a pot of that long red. He's still in it, but will he get a chance? Moving the red off. Start pushing. Sure. 看赛大师正在查看的角度，这是动了翻带的野心。决胜局的关键时刻敢这么打，只有他的恩师希金斯。翻带最大的风险是在于红球落点不可控，一旦红球停在袋口，那就等于双手送上最后的胜利。看看赛大师有没有得到巫师的真传。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看看火箭这目瞪口呆的表情。听听这山呼海啸的呐喊声，这颗球的精彩程度无需多言，以这样的竞技状态赢下的更只能说是实至名归。Ronnie must be in total shock, but he'd have to admire what his opponent has done here. A remarkable comeback. 黑球没能打进，被超6分的火箭本能的还想再挽救一下。65 in front with 59 on the table. 但是连自己最拿手的中带都打丢，奥沙利文也是痛快的结束了比赛。其实赛大师只要真的发挥，火箭挺尊重赛大师的，兄弟们，你们觉得对不？He was 9-6 down and he won 4